乌克兰再度重创克里米亚，最大油库被炸，俄军发电厂化为火海。扎波罗热反攻告捷，乌军收复马里谢尔巴基，多线反击全线展开。而煤炭业陷入30年最严重危机，炼油厂靠更多补贴艰难维持。乌军越境猛攻，库尔斯克后勤基地被摧毁，俄军腹地陷入混乱。而批准500万预备役军人参战，可正式参与境外敌对行动。黑海惊雷，乌军无人艇突袭新罗西斯克港，2艘俄军登陆舰被炸沉。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军方再度对克里米亚发动高密度打击模式，这一次目标直指俄方最关键的能源命脉——费奥多西亚地区的最大油库。与此同时，俄军一座核心发电厂也在袭击中被彻底摧毁。据开源情报技术 OSINT-TECH 报道，当地时间10月12日至13日夜间，乌军向克里米亚方向发起了密集无人机群攻击，数十架无人机从不同方向逼近费奥多西亚上空，俄军防空部队被迫彻夜待命。黑海上空回荡着持续不断的轰鸣声与防空火力的爆闪交织。然而不到2个小时，费奥多西亚的能源枢纽便传出了连串剧烈爆炸。事实证明，俄军的防空网并未挡住这波空袭。现场画面显示，整个油库区域被巨大火球吞噬，火光照亮了夜空，浓烟在海面上盘旋上升，远在数公里外的居民都能清晰看见黑色烟柱冲天而起。费奥多西亚作为克里米亚南部的重要港口与能源中转基地，一直承担着俄方军用燃料的补给任务，而这次被命中的正是当地最大也是最具战略价值的油库。就在1周前，乌克兰无人机曾对该设施实施过空袭，当时的大火连续燃烧了数日才被扑灭。如今大火刚被熄灭，乌军的下一轮打击又接踵而至，再度将油库引燃。可以说，这是对俄方能源系统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更糟的是，克里米亚境内的一座关电发电厂也在本轮空袭中被精准命中。卫星监测图像显示，在新菲罗波尔附近地区出现至少3处燃烧点，疑似为发电设施被炸后的火源。这意味着克里米亚的能源供应体系已遭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乌军的攻势还不止于此，克里米亚的空军设施同样成为主要目标。贝尔贝克机场周边接连传出巨响，疑似多枚导弹命中机场附近的重要阵地。外界推测，乌军这次极可能动用了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以最大化摧毁俄军后勤与防空网络。面对连续的爆炸与火灾，俄方不得不发表紧急声明。克里米亚的亲俄负责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承认，费奥多西亚油库确实遭到了乌克兰的攻击，但他避而不谈损失情况，仅声称俄军防空部队击落了20多架无人机。然而，从现场影像与火势规模判断，这场袭击的破坏力远超俄方所描述。外界普遍怀疑，那些被称作击落的无人机碎片很可能是造成2次爆炸的直接原因。过去数周，乌克兰几乎以每2天1次的频率打击克里米亚目标，从油库到雷达站，从 S-400 防空阵地到指挥中心。俄军在南部战区的防御体系正被一点点瓦解。这场持续的能源与防空战正在悄然重塑南部战场的格局。乌克兰显然在以精准、频繁、消耗性的打击节奏削弱俄军的补给能力与防空信心。克里米亚正逐渐变成一座被持续燃烧的前线堡垒。在克里米亚火光尚未散去之际，
南部战场的另一端，扎波罗热也传来了新的战报。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军队成功收复了此前被俄军占据的马里谢尔巴基村，这意味着乌军在南线的反攻仍在持续推进。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10月12日前后，乌军在扎波罗热东南的奥里西夫方向发动了一次有效的反击行动。此次行动由乌克兰第33突击团与第24营协同展开，突袭持续了约6个小时。经过激烈交火，乌军成功突破俄军防线，重新夺回了马里谢尔巴基及周边定居点，并清除了俄方布设的战壕与防御阵地。从战地画面中可以看到，乌军士兵在被夺回的村庄升起了乌克兰国旗，象征着他们重新掌握这片国土。随后，乌克兰总参谋部也正式确认了这一战果，称乌军在奥里西夫方向推进约 3.5 公里，并俘虏了多名俄军士兵。这一进展被视为乌军在扎波罗热地区的重要突破。此前情报显示，俄军正计划在南部战区组织一场更大规模的反攻，但截至目前，他们并未取得预期成果，反而在多地被乌军阻断与反击。与此同时，东部顿涅茨克方向的战事同样激烈，乌军继续在多个点位实施反攻，尤其是在夜间作战中展现出显著优势。稍早时分，乌方部队突袭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大型弹药库，精准打击后引发连锁爆炸，整片区域被火光与烟雾吞噬。前线画面显示，夜空中连续数分钟闪烁着爆炸的光点，震撼场景一览无遗。而在关键的红金村方向，战斗仍在升级，乌俄两军的交火愈发频密，乌克兰部队正在逐步收紧包围圈，向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发起合围。乌军特种部队利用无人机实施定点打击，精准摧毁俄军的补给与增援力量。有情报称，俄军试图通过下水道渗透进入红军村城区，然而这一策略很快被乌军识破。乌方迅速采取反制措施，将污水收集系统注水，并以建筑残渣彻底封堵通道，阻止敌方潜入。同时，在天然气管道上还布设了地雷，使俄军再无可能通过地下路线潜入城中。空军方面，乌克兰也在这一轮战斗中投入了更多火力支援。不久前，一架米格29战机飞抵卢甘斯克前线，在完成侦察后锁定俄军后勤运输线，并投掷了一枚 GBU-62 精确制导炸弹，炸弹准确命中目标，俄军的一座公路桥被彻底摧毁，爆炸掀起的浓烟在天际久久不散。这一连串联动表明，乌克兰正在稳步推进其多线消耗与压迫战略。从克里米亚到扎波罗热，再到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南线和东线战场的火力正全面联动，俄军的攻势在各方向均受到削弱，战场主导权正逐渐向乌克兰一方倾斜。10月13日，据《金融时报》报道，俄罗斯正面临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工业与矿业危机。受西方制裁、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国际价格持续低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国内的矿业与重工业部门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数据显示，2025年前7个月，俄罗斯矿业与工业部门合计亏损高达28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是2024年全年总亏损的2倍，凸显出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急剧恶化。虽然煤炭产业在俄罗斯的 GDP 和财政收入中占比不足 1%， 远不及石油和天然气的支撑地位，但它在全国范围内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该行业直接雇用14万余名员工，并在多个资源型地区承担着地方财政收入和社会就业的关键角色。对于俄罗斯部分依赖能源出口的地区而言，煤炭业的崩溃意味着就业和预算的双重危机。俄罗斯能源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9月，全国已有23家煤炭企业停产或关闭，约占全行业的 13%，
另有53家公司濒临破产，难以维持基本运营。这种连续性衰退使俄国内能源产业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战场因素进一步拖累了俄罗斯经济。乌克兰近期对俄方境内的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港口码头以及泵站展开密集空袭与无人机袭击。据分析，这一系列袭击已导致俄罗斯损失约 40% 至 45% 的炼油产能，燃料供应出现严重短缺。面对愈演愈烈的能源危机，莫斯科政府被迫放宽原油补贴政策，对受损及暂时停工的炼油厂投入巨额资金，以防止全国范围的燃料供应体系崩溃。据俄政府财政数据，2024年国家已为燃油行业支付 1.8 万亿卢布，约合220亿美元的补贴，而到2025年前9个月，补贴金额已达到7160亿卢布，显示出政府在不断加大财政干预力度，以支撑脆弱的能源产业体系。自2025年8月初以来，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频率与强度，连续多起袭击事件不仅使俄罗斯燃油产能骤减，也引发国内油价飙升和燃料供应紧张。面对燃油短缺与价格上涨，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进一步加码补贴，维持炼油厂勉强运转。如今，俄罗斯的能源与重工业正陷入双重困境，外部打击频繁，内部亏损扩大，产业链多点失衡。曾被视为经济支柱的能源体系，正在成为俄罗斯财政负担和社会风险的集中爆发点。俄乌前线局势再度升级，乌克兰继续将战火延伸至俄罗斯本土，展开新一轮跨境猛攻。突发消息显示，乌军近日成功摧毁了位于库尔斯克的俄军后勤基地。据图片报军事记者报道，乌克兰弩炮阿尔巴列特特种部队近期频繁对俄边境要塞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袭击，尤其是隶属于该部队的第11作战小组行动最为猛烈，出击次数最多，打击目标直指俄军的后勤补给系统。从前线传回的视频资料显示，仅在数天之内，乌军就摧毁了俄军2套 COB-2电子战系统、3门火炮和2辆装甲车。与此同时，俄方多处后勤基地遭到连续打击，损失惨重。据悉，弩炮特战部队是乌克兰在2025年新成立的特种部队，兵力规模约在250至500人之间。尽管建制时间不长，但在短短数月内已多次深入俄境作战，战绩显著。该部队直接隶属于乌克兰特种作战中心东部指挥部，其核心任务正是针对俄军的后勤体系实施精确打击。此前，在库尔斯克至利戈夫的公路上，外界拍摄到一处巨大的火光与浓烟，被认为是乌军弩炮部队的最新成果。初步判断，那是被击毁的俄军燃料或弹药运输车。如今，这条公路几乎成了乌克兰无人机的实战试验场。与此同时，俄边境另一重镇别尔哥罗德也遭遇了乌克兰的越境袭击。俄军士兵自行拍摄的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 FPV 自杀式无人机冲向目标的瞬间，伴随数声巨响，俄军卡车被直接炸毁，火光冲天。一名俄军士兵在惊慌中四处逃窜，而远处天边仍有滚滚浓烟升起。另一边，刚刚传出的消息表明，乌克兰的 FP-1导弹无人机在夜间对俄境内的一处军需仓库实施了打击。表面上，这处建筑看似只是一个普通购物中心的仓储区，实则被俄军秘密用于组装与储存猫尼亚无人机。目前，具体战损数据仍在核实之中，但从火情规模来看，该目标的伪装效果可谓惨不忍睹。无论是俄军的后方腹地，还是边境防线的后勤据点，如今都已全面暴露在乌克兰军队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这些持续深入俄境的行动，正在为乌克兰国内战场提供关键支援。对乌方而言，俄境内战火越猛烈，俄军后勤链条越混乱，前线压力就能相应减轻。
10月13日，据俄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政府立法活动委员会已批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法案，允许动员预备役人员在反恐行动期间或在俄罗斯境外部署俄军时执行作战任务。该文件明确指出，政府委员会批准了修改俄罗斯联邦国防法的提案。该提案允许在武装冲突、反恐行动以及俄罗斯联邦境外使用武装部队时，通过召集预备役人员参加特殊军事训练，让他们执行特定的国防相关任务。随附的解释性说明进一步澄清，此项法案主要针对那些与国防部签署合同以预备役身份服役的人员。换句话说，这些签约预备役将成为此次动员的重点对象，他们可依法被召集执行作战任务。俄罗斯律师协会副主席伊戈尔·切列帕诺夫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指出，这项法律草案将对国防法、兵役法和军人地位法等多部联邦法律进行修订。他强调，相关变更仅适用于那些自愿与国防部签订合同、愿意留在预备役体系中的公民，并不涉及尚未签约、仅处于一般保留状态的人员。这意味着，即使俄罗斯未正式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或全国紧急状态，也能够通过这一修法，合法征召预备役军人参与境内或境外的军事行动。这一变化实际上大幅扩展了克里姆林宫在战争动员方面的灵活性。据悉，目前俄罗斯的预备役规模庞大，人数可能高达500万。法案通过后，这些预备役人员可在短时间内被激活，接受为期最长2个月的强化军事训练，并获得额外薪酬补贴。俄罗斯电讯报进一步报道，这些被征召的预备役军人将首先被派往特殊军事训练营，在完成集中训练后，他们将被分配至境外作战地区参与行动。而相关的国防法修订工作正在加速推进中。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的动员迹象愈发明显。近期，俄罗斯多个联邦主体地区，包括达达斯坦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马里埃尔共和国以及边境地区别尔哥罗德，相继下调了签署动员合同士兵的一次性补助金额，显示出财政负担的压力。此外，俄全国范围的电子征兵系统也已全面上线运行。莫斯科居民陆续收到电子征兵通知书。此时，俄罗斯准备宣布500万预备役军人正式获准参与敌对行动，这说明俄罗斯人员可能不够用了，形势愈发危急了。海面忽然炸开火光，带艘大型登陆舰瞬间倾斜，油污像浓墨般扩散开来。当地凌晨时分，新罗西斯克港居民拍下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画面显示，一艘高速小艇猛冲向俄军舰艇并发生剧烈爆炸，冲击波掀起数米高的浪花。这次震撼黑海的突袭由乌克兰安全局与乌克兰海军联手策划并实施。乌方披露的细节显示，参与袭击的无人艇携带约450公斤高能炸药，以约80节的极高航速约148公里小时穿破俄方防线，精准撞击包括奥列涅戈尔斯基、戈尔尼亚克号在内的2艘大型登陆舰。尽管俄国防部宣称已摧毁2艘来袭无人艇且无人伤亡，但 CNN 公布的卫星影像却显示，受创舰只甲板出现裂缝，海面漂浮大片油污，随后被脱离码头送往抢修，已丧失战斗能力。这次行动的主角是乌军代表作之一的 Magura 系列无人艇，这类自杀艇在现代海战中成为一种以小博大的典型。Magura 艇体约5米长，采用灰色隐身涂装，出水高度不足半米，雷达反射截面极小，约 0.01 平方米，能够紧贴海面，隐蔽接近目标。其打击力与成本之间的比例极具冲击力，单艇造价约25万美元，但可搭载300至450公斤炸药，其爆炸当量相当于约10枚155毫米榴弹的总和。控制方面，这类无人艇通过新型卫星天线规避星链类干扰，配合光电吊舱与热成像系统，由后方操作员在数百公里以外实施精确制导。战术上则采用群体协同攻击，通过多艇同时突破来瓦解对方防御，在时速可达80节的条件下，
他们远快于大多数俄军补给舰与登陆舰的续航速度，从而有效突破拦截圈。突报乌克兰情报总局的一位发言人尤索夫甚至以戏谑的口吻表示，莫斯科有不明飞行物，黑海有不明漂浮物，他们给俄军来了记响亮的耳光。这种以无人艇为核心的攻击方式并非首次见效，此前类似艇型被指参与了对克里米亚大桥的打击，击沉过凯撒库尼科夫号登陆舰，甚至在改装后被报道用于对空目标的攻击，显示出海战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罗西斯克港对于俄军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价值。自黑海舰队从塞瓦斯托波尔撤出后，新罗西斯克成为俄方在该地区的核心基地，不仅为大型登陆舰提供母港支持，也承担了俄罗斯约 30% 的海运原油外运任务，日均输油量达数十万桶。此次袭击暴露出俄军的防御短板，大批沿海防空力量已被调往前线，残留防空体系多为老旧的 S-300联，难以有效感知并拦截低空贴海面高速突防的小艇，而且现有反制手段在成本效益上显著失衡，用造价约8万美元的巡航导弹拦截单价25万美元的无人艇，表面看似乎划算，但实际上却极不经济，因为这种高成本武器的大量消耗将造成兵力与资源的严重浪费，或调用造价数千万美元的作战飞机进行截击，同样都可能造成兵力与资源上的巨大浪费。此外，乌方正试图把这一套战法规模化。据悉，乌克兰正着手建设一支规模化的海上无人舰队，计划列装约100艘无人艇，采用5至6艇为一组的蜂群攻击编队，第一波目标集中瘫痪敌舰推进与动力装置，后续梯队则着力打击舰体薄弱环节，实现多层次破坏。多位俄方军事分析人士已承认，在面对此类蜂群式冲击时，传统海军防御体系显然存在弱点。这次突袭的溢出效应迅速扩散到更广阔的经济与外交层面。里海管道集团紧急暂停了部分港口作业，国际油价短线曾出现约 3% 的上扬。北约宣布召开紧急会议，并重申黑海航行自由不可被破坏。美国方面也在评估向地中海增派海军兵力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的警告亦耐人寻味，他曾表示战争会回到俄罗斯领土，回到他们的军事基地，这是公平且不可避免的。针对此次打击，俄军已在新罗西斯克港加紧部署防御力量，增加柳叶刀巡航导弹和电子战装备，试图建立由远及近层层把关的远程侦察、中程拦截、近程补防体系。然而，乌方武器与战术的迭代速度同样不容小觑。报道称 Magura 系列在不断升级 V7 改进型，据称已可挂载类似响尾蛇的导弹，赋予其同时执行反舰与一定程度防空任务的能力。这意味着黑海上演的并非一次孤立袭击，而可能是一场更深层次的技术与战术对抗。传统舰队如何在成本、探测与拦截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将成为接下来短期内决定局势走向的关键。眼下，这场在黑海进行的矛与盾较量远未走到终点。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